好，大香瓜都摆上了啊。他吃了一个82年的香瓜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我们看看，灰灰是1批，然后大巴换批，所以说非常公平啊，非常公平。抢15的比赛，日常抢15，刚才组队赛老 K 呢是以6比2加6比2赢了灰灰，然后抢15的话呢，以个人赛我们就看看啊，作为我的原著小说呢，我是这么写的，灰灰是组队赛输了，但是呢个人赛呢，略胜半筹啊，就1筹都不到，半筹，但是呢半筹也是胜啊，所以说现在预言呢，大家伙可以压一手啊，可以压一手，能不能到11个？以我的理解是15比13或者15比12，所以说到11个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我这个大盘非常稳啊，起伏非常稳定啊，基本上可以压我这一手。然后呢，如果说是你想买个冷门的，你可以买对冲，好吧？这边呢你可以选择买这个灰灰，因为灰灰现在是这局比较热门啊，这局灰灰热门，它盘口大概是1比 1.05， 所以说你基本上你们如果是不投冷门的话呢，我自动倍率。相当于买了赢了你也赚不了多少钱，反正你们自己看着办。我先发个疯，好吧？然后你们自己下注。如果说有想发财的，可以买老 K 啊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好，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灰灰，第一局上来呢，八神虽然说牛逼的跟狗一样，但是好像面对这个黄色大猪啊，有点这个力不从心，以导致内分泌有点失调，囊肿黄褐斑加子宫肌瘤以及乳房肿化。不过不要紧，大猪呢被骗。在伸出一只神之右手之前呢，直接被晃了一个重锤，然后下重手接助词带走。我们看这局大门，这手大门上来呢，毕竟有3颗气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有阵，但是好的，直接一手5连1点重攻击晕，腿棒直接打晕，1比0。这也是一个正常我的兆头，我原著小说里面上来就是一个1比0啊，但是我原著小说里面上来写的是八神，一个人打到了大猪的这个残血，然后才被大猪搞死，最后呢千鹤呢把大门干掉了，是这么个路子啊。没想到呢这个现场的这个导演和编剧啊，他给我巧妙的改动了一下不过呢没有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我们看看现在。基本上已经确认了啊。如果是按照我这个剧本走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毛病。你们自己压，鱼丸都是自己的，买的多，赢的多，赚的多。赚完了之后能开火车，一手超大完星，在我狼这也算是1000点贡献啊！你开玩笑呢对吧？一手超大完星，直接粉丝团就往上上，在我狼这儿多多少少有点牌面，对吧？蹦来蹦去，葵花被崩。落地，空中一响，好的，老 K 这局偏稳，灰灰在做最后的一搏，但是在葵花第20的一瞬间，他就意识到自己犯错了。第3点，人家可以防，人家就是不防，时间到了也照样赢。那如果你不动的话，那我直接前跑过去下轻手接葵3，直接带走啊。好，我们看看跳 CD， 落地跳 C 接抓重手接葵3。没有想打晕点，选择打必杀。他这个路子呢，其实比较能理解啊。他这个路子就是想要这个先下血再说，因为这个大猪的血量比八神多，他的玩法就变了。现在呢也一样，我们看看，先一崩，角落转球，前站壁挥空，好了，直接被晃一手，北边一个转，前压跳地了，一会儿要压跳地，要压跳地了，我们看看，好的，防空意识非常好，而且用了一手小升龙压跳 C。没输跳地，灰灰没有按剧本走没有按剧本走。我们看看现在千鹤，开局一跳，落地一掏，想反3的话呢，并非没有机会，但是我的剧本的话，基本上就被1v3了啊。我们看一下，再来一个波，再前跳一个波，要打破防，直接打晕，好的，你看1v3局面，正常剧本正常剧本就这么写的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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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漫威第5阶段的 BOSS 你们知道是谁吧？第5阶段的 BOSS 是谁呢？最终的大 BOSS 是传说中的那个征服者狼
啊，来自于未来的啊，来自于未来的啊，征服者狼啊，2.7米大蓝人啊。好，来看看这一局，灰灰的八神防守反击成功，然后压制起身，跳臂小葵。哎呀，这个下臂一直在点。好，闪身一掏，后拉。好，缓过来，一个抓，啊，时间就快到了，而且先下血，直接拉死，啊，这个血量算得很好啊。好，一个波过来，明显这局灰灰的八神啊变得非常聪明，你看。哎，不崩，你这个必杀，而且你这个中了这个必杀，我也是真的啊。你俩控制吧，我真是啊，一个不可思议的摇出了必杀，一个不可思议的中了这个必杀，真的啊。一激动一急眼，说啥就要当老板。这个升龙，你能告诉我你的目的是干什么吗？啊，我吃的是82年的香瓜子，82年的香瓜。没毛病啊！好，跳 C， 一丝血。哎呦我这个跳 C 胆大而心细啊！不敢打了，不牛逼了。好，后跳臂闪身过来，左右一个抓。不打 bug 阵了，现在打老 K 打灰灰的大猪啊，基本上是不出 bug 阵的。好的，下重手想要挥空转球，但是长时间没有吸判定啊，直接就被抓了。闪身过来正身外就等你啊，但是老 K 也没有知道左右互搏的这个东西。虽然说最后还是赢了，但刚才老 K 啊忘记自己的这个左右边了，有点难受。Round 3, Lady go. 好，下盘，这大门有点东西啊。哦。Round 1, Ready go. 好，来看2比1的比分啊。反抓，老 K 这一局可以啊。小跳百，小跳百合折，小跳百合折，然后前倾手把对方打晕，还不是连招。我也是醉了啊！我也是醉了，我操，玩的！哎呀妈，电动车打晕啊 ！V3 怎么说？那天我怎么说的，兄弟们？你拍一，我拍一，灰灰老 K 在吹牛逼，是吧？好，又是有灰3打晕，哎 ，K3 晕，怎么说 ？K3 晕啊，这手 K3 晕啊，确实是。Round 1, Ready go.
我们看看，跳地，先拉，攻防。现在在8神方面上，灰灰啥也不是啊，感觉啊，对吧？一个崩，落地抓，好的，一口反毒奶，一口反毒奶。哎呀，这个前跑连我都不信啊！Round 2, ready go！ 好，超挡跳 CD 卡空，哎。跳第一个抓，哎，虽然说没有1v3啊，但是没有1v3局面，但是还可以。好，回身再崩，哇，好疼哦！漂亮，直接打晕了啊！这个是真的帅。兄弟们，这个是真的帅，这个是咱该说不说啊，得记录，重点记录一下。这个是真的帅啊，兄弟们。好，回身一个崩。哎呦，这个吸尘器虽然说啊没有死，我们看看要不要打爆气阵，我们看看要不要爆气阵，补阵，认为气比较重要，追着打，这一丝血，铺地，哎，有可能这一个气儿，你看这个气儿，虽然说啊还是不亏的，换死大猪有1颗半的气，1颗半的气可以打千鹤了。哎，可以，还有个气，没崩，双没崩，拆头，摸胸推，一个爆气，但是现在你看，他差一个下重手接助词，但就是拆头，落地时你看这个升龙已经用过一次了，还能再用一次吗？没有气，大门很难受。哎，就等你前跳4个地啊，2比3，怎么说？好，反抓，重手前倾手接魁3，反抓，直接哎，你看，其实可以接葵花的，他选择接必杀，但是血量虽然说够了，但是这个还差这点血，很难受啊。好，我们看看，不多说啊，这个灰灰的话，打老 K 吧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难点，就是大猪玩不好就不行。刚才他那个大猪玩好了，确实是也尽力了，加上这个大门可能没扯，但现在呢，你8神玩不好，大猪再玩不好，总是要靠千鹤，他又不是对吧？他又不是昨天的那个组队赛，昨天的组队赛确实秀了一手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昨天的最后的比赛是14比14，最后呢14比15，灰灰输了，说明还是不行。那今天呢，这个组队赛就不用说了，2次2比6啊，输得很惨。而个人赛呢，我的推算是15比13，灰灰赢。
按照我的原著小说里这么写，但是咱现在呢是这个路子啊。你会发现灰灰的八猪不行，猪也不是不行啊，主要八神不行啊，主要是八神不行。猪的话呢，你看这一局肯定是不行了，但是刚才那局你也看到了，有强烈制约，这一局直接被秒。千鹤上来啊，对吧？最起码你要搞死这个猪，你不一定搞得死的情况下，你搞死这个猪你也没啥血了。然后猪给自己的大门留2-3颗气啊，最少留2颗气，你玩个屁，对不对？好，下臂回身一个崩啊！好，这个水真多啊！好，我们看看现在2比4了。灰灰的八神不行，大猪再扛不住，千鹤再收不了尾，那就是一败而再败，现在是3连败。不过这一局八神看样好像是有点东西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好，下臂前前抓，重手接钉，可以。八神又可能输了啊！啊，这八神又输了啊！好，一个转球。哎，这点血，其实这个玩法就变了啊！看一下落地，没事儿，被2点血无所谓，只要一脚踢死。对，只要一脚踢死，你还会加血的啊！他这手加血，你看几乎就加满了，所以说无所谓的，先手爆气。好，再抢一丝血，反摸，闪身过来，再崩可以，但是呢，你看啊，现在2颗气，2颗气的大门，怎么说？哇，没想到吧？他这个转球2下，老 K 的破招就是直接震你，你不是要长气儿吗？不给你，对吧？好，原地掏，大门怎么说？过不来，但是马上2颗气，一个崩，可能还要再崩一次。漂亮，没崩，他选择晃了对方出招，然后选择前抓蓝之山，8个阵没有。震完之后怎么说？蹬一会，马上要长气，2次性跑抓，2比5。那个蓝之山确实亮了啊，那个蓝之山确实是亮了，很牛逼。这就是大门啊，这就是大门，根本不跟你扯啊！
好了，我们看看回身这一局啊，又八神，你没发现吗？八神输不是输在什么千鹤不能打，什么大猪不能打，他是八神都不能打。这个八神打八神，我昨天也跟大伙说过，八神玩不好，要饭要到老。我都形容过，八神如果玩不好，要饭要到老是怎么要饭？这么要饭，可怜可怜我吧！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我3天之前吃的还是小当家方便面，都过期了。这就是八神玩不好，八神玩得好，要饭要到老就是什么呢？八神只要玩得好，我给大家模仿一下啊！哎，感谢狼哥啊，狼哥来了啊！感谢狼哥大火箭啊！祝狼哥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，发大财，哎，对吧？1夜7次郎，1次7小时，对吧？夜夜做新郎，全国都有丈母娘，哎，发大财，对吧？肯定有啊，这真的，你八神玩好玩不好的两种要饭形式不一样的啊！啊，你就这个意思，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啊？来，我们看看。不，我不应该说啊，我应该说，知道吧？哎，应该是知道吧？对，就点是八神玩不好，要饭要到老。哎，反正你是玩的好，玩不好都不一样啊。你想站着把钱挣了，那就得有这个啊；这跪着把钱挣了，就得有那个。好，又是被一锤锤死。这局仙鹤翻盘局面啊。Round 4. Ready, go. 好，闪过来一个，哎，闪不应该转啊，但它是复合指令，我就不多说了。落地升龙。好，千鹤和大门，蹬一腿晃，他准备晃大门的刚 CD 或者说是那个能量闪身，但老 K 就是雷打不动，他不动如山。什么叫不动如山啊？就是你想骗我，门儿都没有啊，对吧？我从小熟读这个反诈骗语录，想骗我精的跟猴一样啊！一个崩，蹬一腿，哎，没接住死，否则就秒了。埋下祸根，哎呦，2丝血，只需要2丝，一个崩，最后的一次了，这就废了，最后站壁踢死，或者是轻手，反正是这个意思。他正常可以站壁踢死的啊。梆噔噔噔噔噔，好，后百合重钳反抓，直接打晕，好的，一手翻盘，挥回来了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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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哇，一顿掏上了啊，这就是掏上了。好，回身再崩，落地，操裆，直接打晕，啊，直接打晕，再见吧，拜拜吧啊。Round 3, ready, go! 好，一手挥3，终于要 V3 了嘛？啊，打晕，漂亮！啊，终于要 V3 了嘛？啊，
Go！ 好，一手小飞3，前跳 C。好，下臂站臂前倾手，你看这个必杀打的还是蛮准的啊。然后呢，发一个波磨2丝儿，不过你可以崩，时间快到了，老 K 肯定稍微，大哥老 K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啊，他后跳的时候不应该出这个跳 C， 他是生怕对方出前或者一个大影跳，所以说他出跳 C， 但正常他可以选择空防啊，对吧？如果他发这个快波的话，是吧？他就没有这个防御姿态了。那我看看2个猪好，跳 C 后拉，空中一抢，一个坡，好，拍过来，再崩，前跳 C 腿半一个转，跳 C 再转3转后拉，哎，回身一崩，怎么说？这招叫什么？这招叫这个啊，这什么招？这都是，这可能就是老娘跟你拼了，打架啊，这种感觉。好，你说我这老 K 啊，老 K 现在说行，你蹦，时间是不等人呐，兄弟，你蹦，你不让你蹦，对，蹦吧，哎，对，3颗气了啊，那爱咋地，就是不动，来，头上佛站，小样啊，蹦，让你蹦，这跟那个农村里面那个拖拉机那个蹦车似的，蹦，这个似的啊，来的啊，哎啊，这个傻逼灰今天给你打张好牌你都不会使，废了，玩呢，兄弟，撂了吧？啊，还玩呢？你这呀，一激动一起眼，他妈跳过去打了个跳 A， 我他妈当时我就乐了啊，真事儿的啊！你咋不一激动一起眼来个哈喽呢？佛了啊！这平台第一手法，这都是啊，这平台第一手法。这绝对是啊！这2个卧龙凤雏，这俩对不对？真的没有那个西红柿首富那个电影之前啊，卧龙凤雏是个褒义词啊。现在他妈这卧龙凤雏是逼逼赖赖的啊！好，一顿下轻手。抛裆出小飞3，好，再出一丝血，迎面反抓小葵花。好，一个必杀，这就废了啊！这就废了，这基本上啊。
Three, ready， 好，两个猪回身先手一个波啊，一个崩，闪身过来一个抓，扣地，前跳地，后拉 C， 前跳 C， 原地起跳，空中一抢。这么一看啊，灰灰可能率先到8，那个老 K 可能率先到8，然后交换体位之后，灰灰这个可能会重整旗鼓。好，斗过来。哎，你都破防了啊！Round 3, ready, go! 好，一个握，一个震。当当当当当当，自比西啊，这就废了啊。Round 1, ready, go! 好，灰灰现在有点斗志，有点被挫了啊，斗志被挫了。好，再一个。好。两人打了快10年了，10年了，那更研究这玩意儿不很正常啊？一代版本一代神啊，是吧？现在灰灰这俩人的技术，可能再过2年之后，2年之后的那个什么河池穿越回来，能给他俩打的怀疑人生。我告诉你，就好比现在的河池穿越回2012年，能把当时的灰灰老 K 打的biang的就怀疑人生。他严重怀疑自己好像是脑瓜子都大，对不对？你一点招都没有啊！啊，落地一手抓。我现在咱们大家伙都知道，玩那个中国象棋不有那个强软啊，就强软啊，就要不要叫 AI 啊？反正是这个意思。反正这个象棋很厉害。我记得以前还有个段子，就是拿那个象棋大师软件。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一个小孩拿着手机，老头走一步，对吧？小孩走一步。后来发现这个下不过这个小孩，小孩太猛了啊！现在想一想，那对吧？这种软件你没法说，对不对？你像现在也是，现在这帮人的套路啊，对吧？你今年才兴起来的就是8神把人打倒在地上的时候，起身用下重手去压一手，就压一手啊，下重手。这个下重手非常的赖。非常赖，以前没有人用下重手的好吧？以前没有人用下重手的。还有就是4年前有一个招才被开发出来，就是8神跳跃攻击打到对方空防之后，如果对方的点比较高，很多人都说跳跃对方空防我落地抓他呀，不行，你直接抓不行。我告诉你怎么回事，现在都是跳跃攻击打对方空防，对方还没落地，点一个轻手，对方还是空防状态，这时候再抓，懂什么意思吧？而早在4年之前是没有这个路子的，没有这个套，他不知道的。他这是什么？比如说对方快晕了，他走到对方身前直接打一个下重手，就8神的下重手啊！这招很恶心啊，非常的无责任，非常的无耻。但是只有今年才被开发出来，早以前都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啊。好，5比7还真翻了。
我比现在真翻了，但是这个到8分换位啊。Round 1. Ready, go. 好。好，第3式打过来。现在灰灰啊，要重整旗鼓。目前来讲啊，倒没有说什么谁赢谁输啊的这个迹象了。啊，之前我开篇说的那个什么传说中的那个啊那个什么漫画啊，那都是假的啊，那都是虚构的啊。啊，这都是真实的。但是这个你还我还真没法说啊。就比如说昨天灰灰8比6领先老 K， 对吧？昨天灰灰8比6领先老 K， 最后老 K 15比14赢了，怎么说啊？怎么说？卡么说？不是我，那你就不用说这个了，你就是现在你何时穿越回2019年都行，照样无敌的，好吧？灰灰老 K 见着他就懵了，这也行啊！我的发，你这个无色发的我都醉了。Round 3. Ready, go. 战术碰瓷儿吗？这不能这么说啊！这一个必杀打一个残血，还得打一个加血。总之啊，裸杀这个事儿吧，非常可耻。多好的一个必杀呀，变成裸杀，你说还得还血，劲儿不劲儿的？你说？好的，捡回来就是不让你出角落，逆向一个勒，空防落地，下球手转球，角落压制，怎么地也浪费你颗气儿，但是灰灰怂了，我操，不压了，一个崩，转球2点3，反跑，转球，手速真快。我跟你讲啊，说句实在话啊，这个你不要羡慕这帮高手的这个不要羡慕这帮高手的这个手法，你羡慕他的套路，羡慕他的意识，羡慕他的这个反应速度，但是不要羡慕他的手法。其实我个人觉得游戏这种东西吧，真的设计吧，以前呢他是没有这个想法，对吧？以前他是没有这个想法，现在呢这个游戏既然还有人玩，已经被开发的差不多了。说白了，这个手法真的想想没有意义。比如说这个大猪他转球是他按3点，然后用一个电招来转球。说难听点，那现实生活中我为什么要电招？我直接转就完事儿了呗。我既然假设我能转，我就转就完事儿了呗。那你转球还得还得点，还得这么快，对吧？就不能一键就能直接点什么0点转球的。说实在的，这玩意儿嘛，很多高手为什么你打不过他？你不仅套路没有他们好，叫基本功上面人家那个什么转球啥的啊，就比你整得明白。当然现实生活中也有这种说法，比如说对吧？人家练基本功，练这个速度啊，练这个什么力量啊，人也确实下功夫。但是事实上游戏嘛，你这种游戏，你说你强调这个什么手法啊，有的时候会给一些手残党一些很难受的地方。你想要发展，你就不能让这个游戏入门那么难，对吧？就不能太难。很多人说他毕竟就这么几个英雄能玩的这些人，你整的太难了，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好。你像地下城，你是吧？你操作指令你可以一键，就可以一键，没有必要说怎么样的啊。好，后跳地。所以说啊，就不要羡慕啊，你不要拿自己就是你看你学了点套路，但是人家的那个大猪把人堵进角落里面那个嗡嗡，就像那个霍元甲里面那个李连杰说的，这一拳20年的功夫你们防得住吗？啊，你对吧？你就防不住啊！人家你再学会套路，什么我跳中腿之后再跳中手，然后再下轻手下轻腿，什么原地空防小葵花什么，你学这些东西没有用。你玩着玩，你跟高手玩，你还没等玩呢，你会发现你抢空就抢不过人家，你会发现你那个套路都是纸糊的，你知道吧？就给你套路你也不好使啊。但是你看那个电脑 AI 就不一样，那个 AI 练什么招可能是瞬发的啊，人家可不给你扯这个逼事儿。
人家直接就干，人家跟你扯啥呀？直接就是该升龙的时候就升龙，该必杀就必杀，人可不跟你扯这些有的没的啊。所以说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啊？就是你看那个武功你再好，你像看那个《精武英雄》里面啊，《精武英雄》里面那个日本那个年龄比较大那个人，对吧？他跟李连杰说吧，年轻人啊。对吧？想要把一个人打倒，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手枪。不过他好像不知道时代已经变了，想要把一个国家敲倒，只需要2颗原子弹就够了，是吧？啊！但是他就说这个意思啊，他就说时代变了，时代变了，不一样了。好，这一局还有1颗气，大门应该比较稳啊！你别看他现在被打，大门就是血量少点无所谓。必杀不镇灰，刚才如果不镇灰的话就赢了。你这给对方2颗气的机会，这2颗气怎么说？你看大门蹲在那里，正常我就抓蓝之山就行了，但是大门需要摇。你看看这就难受了。你看啊，正常2个人蹲在那里，你肯定有人说，大门为什么不要蓝之山？他在拉摇杆，比如说我大家会模仿一下，这是摇杆的话，拉摇杆后斜下，他准备挡反击或者防。这时候呢，他要摇必杀，他要正或者166。他这个呢就有0点几秒的摇招时间，但是如果你有一键蓝之山的话，你只需要叮啊，叮当当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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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，这个是吧？这个玩意儿，你要是真实格斗，2人蹲这么近，你这不等着被抓吗？对不对？大哥，你先停手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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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吧，这玩意儿怎么说呢啊？今天观众累了，你看怎么说？这个不一定啊。老 K 也算是这个领略到灰灰的3连了，1键3连。好，跳 CD 过来，一个扑。后拉，再反扑，后跳地转球，后跳地回身一个抓啊！哎，怎么说？是不是要8比7了，兄弟们？8比7，2个人交换体位，交换完体位之后，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的眼神看眼神啊！然后15比13，15比12，对吧？我说错了吗？啊，我说的都是假的，对吧？啊，一个坡。头上落地阵，一顿拍，哎呀，又是一顿拍，再崩，后 CD 后拉，哎呀妈，这牵制啊，这牵制教科书版了啊！43分钟。好，2个人交换体位，一手刚才属于灰上位，现在属于那个 K 上位啊。滴滴当当咚咚当当，呼噜哇呀。不是，我就看着这个人 ID OTC 井空 VR 这傻逼年轻人好自为之哎呀，这逗死我了
好，来发大财！哎，来，我们看看下半场开始了啊。灰 K， 那灰 K 这个交换体位了之后啊，交换体位之后啊，今天的这个剧本杀啊，今天的剧本杀的剧本呢是来自于拳皇97 2021年5月21号晚上的这个这个小狼剧本啊，小狼剧本确定的是灰灰15比13赢老 K， 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。但是目前来看，灰灰这一上来感觉八神有点微面，一导致内分泌失调啊，对不对？内分泌微微还是有点失调。我为什么百度的搜索的这个栏目上会写一个女性深蹲的好处啊？为什么呢？狼哥能去你那混吃混喝吗？操他妈！我今天一晚上我说一下啊，我一共收了几张办卡没了。我这一晚上啊，这个我现在一共预计收益29块5毛5分钱。我实话实说，而且还得扣税啊！你到我这蹭吃蹭混吃混喝，好意思吗？啊！我给你买点挂面，再给你下了，给你整点那个酸黄瓜，是不是啊？好，你哎呀，干嘛？感谢我们的沙哥啊，感谢我们的沙王哥啊，沙哥一手大飞机，这不聊了，这咋还有点烧心了呢啊？哎，谢谢我沙哥啊，祝我沙哥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发大财啊，发大财！感谢，加个鸡蛋了，来吧，兄弟来了啊！啊，可以加个鸡蛋了，现在啊，虽然说还是挂面，但挂面可以加个鸡蛋，感谢沙哥啊！好，我们看看现在千鹤，反3局啊，反三局，曲线救国。今天要打的0点吧，差不多，不一样。现在是对灰灰来说是抢7，对老 K 来说是抢8，所以说呢，抢7抢8的节骨眼上大概就是45分钟左右的时间。现在呢是15分钟，大概是12点结束啊，给你算的明明白白的。这个就叫，对吧？这个就叫子夜剧啊，子夜剧，懂晓得吧？好的，现在两个人是8-8，两个人打成了8比8，葫芦娃啊，实时比分，灰灰8，老 K 8 ，OK 啊，投币吧，兄弟啊。不用上半场比分了啊，直接就是实时比分吧。现在实时比分8比8啊，我也就不扯这个逼事儿了啊，因为你实时比分这个太重要了。好，再来，两个8神之间的对决呢，其实今天一晚上，别看两个人打成8比8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还是老 K 的8神赢得多。不过这一局灰灰的8神看来是有点东西要治晕。在治晕的节骨眼上，现在晕点消失，好的，晕点消失，老 K 还是有翻盘的机会。下臂下挨接回3，一颗气傍身，灰灰要飞脚了，回身普通头。这一局他的8神啊，我觉得他这个8神这个挠点这个啊，确实有点恶心的啊。好，我们看看。好，战臂一手我们看啊，这个大猪他最难受的点，我实话实说啊，大猪最难受的点就是8神贴身。你看这个贴身他抢空，贴身的抢空8神是不怕这个大猪的，但是离的距离远不行。你看这几点专业了，你看这几锤，每一锤都是打到这个心肝上啊。49分钟。大猪牵制8神啊，这个确实是啊，我该记。为什么要记这个呢？到时候可以做一个集锦啊，做一个短篇集锦，我争取改版一个新节目，好吧？刚才这个确实是啊，我一手好奶，确实是我奶，我确实奶了一手，但是呢，你懂的，没有用的，连续2连扑，连续2连呼。猪跟猪之间的对决呢，要不然就是我抢空比你猛，要不然就是我敢扑。你敢跳我就敢扑，你跳我就扑，你扑我就跳，他这么一跳我就扑了，扑完就逮着了啊，逮着就废了啊。好，直接一个架，前跳落地，天地反，
后影片落地跟反，他选择这么震，但是还是不行。这灰灰的手速是真的科乌爱快啊！后前手能量闪一个抓，费了一颗气，但是不亏。两个人都是一颗气，老 K 稍微占一点点优势，是因为他除了当然血少一点之外啊，他就是气儿的话是多半颗。一颗气和一颗半气其实是两码事儿，对吧？哎，你看，只要我抓住个机会崩你一下，然后我就往前。你看他往前跑为什么会加气啊？他不是往前跑啊，他练了个里头。我们看看，来，你看又一颗气了，前跳地，飞身。如果是 AI 的话，要直接打晕了。哎呀，如果是 AI 的话，刚才千鹤可以重攻击直接接布阵的啊。你们记住啊，千鹤的重攻击永远都是可以直接接布阵，为什么不接布阵接或者是接不上呢？就是因为人脑的漏洞。事实上是可以接的，只是呢你根本就没想接，你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打中，而且摇的速度直接原地的站住手或者下住手接布阵，这个如果要是站那不动啊还好，如果往前跑是比较快的，第一时间反应过来，但是重攻击接布阵呢就是可以接上的呀啊。好，1-1平，现在实时比分，灰灰9-8，暂时领先啊。当当当当。啊，灰灰突然就爆了，看没见？突然就爆炸了啊！好，掏裆，再来，这一手锤，轻手一摸，跳地小回，回身被崩。好的，我们看看这种情况的话啊。根据我的漫画，你们可以啊，如果说你们从头听到现在，你们知道我设定的这个情景吧？就是组队赛老 K 赢了，而且赢得很轻松。然后这个个人赛呢，老 K 输了，但是输的呢也是就跟昨天灰灰一样啊，昨天灰灰是1分惜败，今天老 K 是2分惜败，或者是3分惜败，就是这个路子，你看吧，相信我啊，没有亏可以吃的啊。好，现在八神那个腿为什么绑着绳子啊？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，我怀疑你从小都没玩过拳皇。这个是这样的啊，这个八神呢，为什么腿上绑绳子啊？我再给你们讲一遍啊！你们现在我发现啊，很多人都不学习历史，不学习知识，就给这看拳皇，不要个逼脸。你不知道这个知识了，以后别来我直播间好了。我再讲最后一遍啊！这个八神为什么腿上绑绳子呢？首先，你知道八神为什么腿上绑绳子吗？是这样的，首先绳子呢是什么做的啊？所以说你知道八神，我不是那个公众号啊，但是我告诉你他为什么要绑绳子，是这样的啊，八神背后不画个月亮吗？八神其实是月老，月老愿意给人牵红绳，但月老的牵红绳呢是给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牵红绳，但为什么这个男的他为什么给自己拴红绳呢？因为他没有女性的对象，他没有女性对象，他只喜欢一个人，就是草剃精，就是太阳神。他月老他喜欢草剃精，但是他俩不能在一起，他们两个有种族隔离啊，没办法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把2个绳绑在一起，自己绑自己身上。你看现在是不是？你看看，没毛病啊。这玩意儿你学会的知识啊，都是自己的，你不会你就别跟我搁这嘣嘣巴巴。为什么绑绳子？为什么？那不就是这么回事吗？你这不知道啊，就得问，对吧？永远都要问啊，你不知道就不问那不行。好，来看看，回身一个崩，原地起跳。这个现在实时比分10-8啊，然后从此2个人一人赢1局了。你们看吧，从此2个人现在1个人赢1局了，没毛病了啊。好，发一个快波。好，再发这个，你看这就不行了，这个角落里面转球。
这个葵花有点东西，掏裆前跳落地。老 K 这局的八神，这个残血八神用处很大，勾腿，再来，生骗啊，骗了2个 CD 了，反身位追，下地下一出小回1v3的局面。从此现在2个人是1个人1分的节奏了啊，你看着吧啊。八神为什么有绳子啊？他这个就是练他这个功，他这就是练功啊。这个有的时候会给自己身上加一些东西，为了让他这个劈腿的时候吧，这个距离正好，太大了打不出力量，太短了之后呢又不够长，对吧？都是给自己设定一些这个东西的啊。好，下扣，这局肯定是拉了啊。这局灰灰如果能反3，我当场，对吧？我当场就把这个显示屏关了啊。好，浑身再蹦。别玩了，这局直接撇了吧，兄弟！你看，直接5呼扑死，哎，完事儿得罪，就 go go go， Harry 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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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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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感觉拴个绳啊！小的时候你们见没见过留8神头的啊？我们小时候管这叫刀削发。后来我就不知道刀削发跟刀削面有什么关联啊？我说为什么叫刀削发？整个头发把一边眼睛挡住，8神头，真事儿啊！那小时候我隔壁家邻居啊，他就整个8神头，这家让人打的。好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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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一直摸啊，为啥挨打？我们吧那个时候吧，就有一种称呼叫就特殊特别的意思，是 special 是吧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，反正就特，就有的人就看你比较特啊，就想干你，咱也不知道为啥。你像我这么忠厚老实的，谁见着我都是一副对吧？非常憨厚、非常忠厚老实的那种形象，我就不招人恨。对吧？我隔壁那个人从小他先长得像谁？先长得像郑伊健，后来没招了，长得像那个吕颂贤，后来又降低了，叫像任贤齐，现在像付笛声。你就想当年他长得挺帅的时候吧，收拾的皮儿馅的啊，整的有点杀马特，谁见都想干他。那一上街我就离他远远的，就生怕别人就知道我是他朋友，收着连我一起干。好，来看看2比2平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边还是要改一下啊，现在是10比9啊，10比9，2比2平，我们看看灰灰怎么说。好，助词一根，下地下腿绊助词，下扣，一丝血。我现在像付笛声没有吧？让我的爱伴着你 ，Hello， 我也用呼延界。好，头上葫芦地震，你看大门还有一颗气，你玩呢？钉，终于钉了，10比10了啊！虽然说剧本呢现在有点改动，虽然剧本有点改动，但是呢你懂的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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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长得像谁啊？我觉得我长得像，我没有长得像谁，我长得像我自己啊。这玩意儿没有，我感觉世界上没有我这张脸谱，真的啊。好。这俩八神一个劲儿的啪啪的，你看，好有3连，可以这样的话前冲压制，落地抓直接钉，重手也行，直接兵就死啊，不需要接重手。但接重手的话呢，可能多加一点气儿吧，他可能觉得血量上想稳一点，但事实上可以不用加那个重手的啊。好，小唐像扫描那个动图，是吗？啊。Round 3, ready, go! 好，落地。好，拍过来。哎，我这一顿撩啊！你看，拍一下，双转战臂接必杀，漂亮！这实战当中啊，这个接这个必杀这个路子啊，是真的野。好，我们看看是61分多大猪接必杀啊。哇，这个阵朝天腿棒，我操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这大门这个连招啊，不是这个牵制啊，牵制大猪，他妈的这给人大猪都是你，就是真的就有点月光宝盒了。有点月光宝盒的那种感觉了，就知道你咋发生什么事了，就是。好了一个崩，但是这一个崩难受了，这个崩难受了，大门难受，这确实难受了啊！11比10，薇薇，当当当当当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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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Round 1, ready, go! 好，这个小升龙有点难受啊，踢。不是裸杀，不是裸杀，那个是特定的啊，特定的必杀。小的时候我们都不叫大猪，我们小时候管它叫大锤，管这个大猪叫大锤，管八神还有最后来是都叫八神了，啊，有一阵是不叫八神，叫猫王，啊。然后呢，草剃精不叫草剃精，叫火神。然后呢，二界呢不叫二界，
但是又知道它叫二阶，但是又不想叫它二阶，也不知道二阶堂啊，也不知道二阶堂，也不叫红丸，这也不叫利毛，叫什么呢？因为利毛跟街霸冲突，我们叫二椅子。好，分过来。大叔叫老肥。小的时候管大门不叫大门，叫大板啊，叫大板，也不叫大门啊，叫大板。反正这个，但罗伯特是一直就叫罗伯特，猴子不叫猴子，我们小时候叫挠挠，叫挠挠。然后大兵，克拉克叫真大兵，拉尔夫叫假大兵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整个真假的啊。然后那个莉安娜，咱是不知道叫莉安娜还是雷欧娜还是什么呢？小时候叫恋娜，啊，恋爱的恋，那个的那，恋娜，这名字起的怎么叫都行，反正是音译啊。好，当然可以看到现在11比10的过程当中，灰灰这一局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，但是这个能量闪身结果反而被抓，这就很难受了。我说管那个比利叫什么啊？比利王，比利叫什么？叫棍子。一老棍子啊，贼牛逼啊！一老棍子啊！好，飞身磨2下就死，磨2下就死，这就没法玩了啊！这就没法玩了，真没法玩了。就只要你哪怕给我2次能磨的血量都行，你给我1次能磨的血量是真不行。兄弟们，你们说我预言的怎么样？按照目前为止，他还是按照我的剧本在走啊，但是大结局可能会改一改啊，因为有的时候导演啊，还有这个编剧可能会顽皮一下。原著小说只不过说这个过程啊，最后的结局有可能会变。这是开放性结局嘛啊，这是个开放性结局啊。好，直接接钉啊！不要考虑。很多人说小狼为什么他不直接把对方打晕呢？因为打不晕啊，因为他这么连是打不晕的，明白吧啊？ Round 2, ready go！ 好，我没说他们在演剧本啊，我是说我的原著小说漫画是这么写的。这个我一定要把这个对吧？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，对吧？如果非常相似，纯属见鬼，好吧？这我可没说啊，我写的原著小说是这么写的啊。好，升龙一扣。 落地一抓啊，这个明显八神还没有扯。小声扑，小升龙那肯定是要被扑的。他为什么练小升龙啊？他怕大升龙打远了，对吧？升龙不中，后果严重。能量闪身一个抓，回身一个爆米花，没死。跳地 ，CD 这个 CD 还不如 CD 取消出小升龙。他 CD 以为是刚 CD， 其实刚 CD 你就没有取消招了。不过你要是真的万一不是刚 CD， 你不如 CD 出去摇小升龙啊。 这可以算是一个复合性的玩法。好，再来回身一个扑，再跳 CD 一个转，后拉，啊，再崩，现在呢是12比10，老 K 这一局啊，还是跟刚才那2局是一样的啊，主要就是这个猪他过不了。你看啊，这个他很尴尬啊，你们看没看到？很多人说猪在1P， 对吧？在1P 的位置嘛，2P 那个方向打是占优势的。比如说现在，当然啊，现在灰灰是2P， 但是他只不过到1P 的位置上了。但是你看灰灰在2P， 反而他这个大猪好像就比刚才那个。有点前期强很多了，大哥你他妈的，你好像在跟我扯鸡巴王八犊子！你这个后前重手，请问你是怎么想的呢？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是打猴子还是打那个千鹤？
对吧？还要打后前重手，我操！打猴子后前重手有点东西的啊！打好打2点老疼了，我告诉你啊！3气儿大门，慢慢一步一步的，对吧？一步一步地往上爬，不敢捡，逆向跳地钉可以，想跑，哎，你想跑是吧？落地直接震，然后直接捡，你听我的，我他妈不是我教你，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，可以啊，最后的结局没有变，可以啊，牛逼。当然啊，我们看到了这个灰灰为什么不好打？这个老 K 就是让我慢慢的靠近你，他就这么靠着你。这个灰灰助词往后退一步，助词往后退一步，退到角落里面傻了，身后是堵墙啊，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，这就是压制，一种压迫力，无形当中有一股气墙，干啊！好，抓过来。啊，这波翻盘给灰灰技能干懵了啊！灰灰说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我说怎么回事？就是你们肯定会说，小狼你一个青铜教人家王者鸡巴玩游戏，不过吧。咱手法不行，咱思路也不行，咱上去更白扯。但是呢，当局者迷糊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灰灰一定不会倒地受身，他1%个亿，就是他不是99%。如果他99%，我也就算了，我也就不说了。他1%亿不敢倒地受身，相信我。既然他1%亿不带倒地受身的，那就是可以捡。为啥？当然，他打我的时候他可以受身，因为他知道我就算给我说难听点，就像我打篮球似的，给我个篮球，没有人防着我，让我往那个篮球上扔，我可能扔10次能进个2-3次，都进不去啊，2-3次都未必。但老 K 他就不敢呢，他对吧？他只要他不如被捡一下，他可能是这么想，但是事实上捡完也死，刚才啊。这一局老 K 明显是啊。那反扑啊，这明显嘛啊！ Round 4, ready, go! 好，哎呀，这个抓，你怎么还压啊？还有压。我举报啊！我举报老 K 不要脸，老 K 无限连击，你这个游戏它有 bug， 你看无限连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向那个拳皇协会举报老 K 这人开挂了，无限连击，啊，无限连抓，是吧？我要检举他啊，对吧？老 K 说了，小狼，我告诉你啊，灰灰没有那么厉害。他不是打了针就是吃了药啊，但是我不怕，我们有少林足球队啊！这个明显灰灰被抓懵了。灰灰刚才说发生什么事了？灰灰说我，对吧？我感觉我好像被摔成8瓣了啊，直接被摔成8瓣了。啊，这个跳 C 打的其实说句实话，升龙打跳 C 2个人相杀，升龙不合适。一手回3前左右一捞，这个下重手练早了。好了，这手跳 C 打乱斗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未必，因为老 K 的大门啊还是一如既往的狠啊，老 K 的大门还是一如既往的狠。现在呢12比12，也就是说2个人这个逼样。扑地一根。反扑被崩，反抓重手接魁3，角落看一下原地起跳落地抓，好的重手一个钉啊，没一根，还是一手魁3，原地跳 C 直接打晕，前跳地重手一抓，直接重手接魁3，我操，这明显就是说什么呢？老 K， 你看老 K 现在这个大门非常强势，一旦说我的猪被秒了，千鹤很危险，哪怕大门没有血。
只要大门有气儿就很危险。所以说干脆我这个八神啊，我就狠点了啊。好，战臂一手，前跳地接钉，二钉捡起来。噔噔噔噔，对战图出来了，好像灰 K 不在一个大图里面啊，简单啊，灰 K 不在一个大图里面。好，落地一个抓，往前一拍一个爆气。其实刚才大猪，我感觉千鹤被翻盘这个不说啊，主要大猪刚才那个后前重手非常迷，你们没发现吗？这玩意儿咱不带节奏啊，就是说大猪是什么情况下在打大门的时候呢？在两个人左右牵制啊，左右牵制不是起身逆向牵制的时候会出后前重手，这个操作失误我可以理解，但是蓄力后前重手这个有点吃力啊，实话实说，我就是抛出一个质疑，咱哥们儿，大家伙儿也跟我的想法一样啊，对吧？咱可以就是疑问啊，疑问句。刚才就上一句啊，上语，现在是上语了，就是这个大猪刚才后前重手，那就是练错招了。但他这个蓄力你懂的，他不像那个有的游戏，不像那个三国战记，你练大鹏展翅就是下上手，练雷霆万钧就是下上手，对吧？你练那个张飞的狂风式就是后前手，但是呢，对吧啊？但是呢，你这个是要蓄力的呀，对吧？好，落地抓，好，老黑这一局八神抓住很好的机会，这时间还剩1/3。好，这一顿追呀，这八神跟八神之间的对拼都能打成周 game 啊，这也是醉了啊，对吧？灰是想前 C 的，你告诉我前 C 是什么招？谁能给我翻译一下前 C 跟后 C 有什么区别？就是这个大猪的站重手啊，你拉前站重手和直接点站重手啊有什么区别？好，这局我估计是13-13了啊。当到11的盘可以结账了 ，OK 了，对，能啊。好，再崩。好，靠过来，你看这局肯定是扯犊子啊！这个大猪的玩法就是说什么呢？我可以给你换血，但是你想打爆我不给你，你就忍，斗你就是斗是吧？哎，该崩崩，不该崩的时候我就忍住了，大不了破防嘛。拆头转球，腿腕一个转，2点升龙，但是伤害不高。晃，再斗，漂亮！这次是骗了啊！这次确实是骗了。但是呢，人家有，哎呀，差一点3颗气，2颗气，2颗气也不少啊！你2颗气你怎么说？对不对？已经废了1颗了，哎呦，蹬一腿，只要一崩是死不了的，对，崩是死不了，但是好晃一手，直接前跑抓。这场比赛不打到12点是结束不了。
反正13比13强2吧。昨天晚上是不是最后也是13比13强2的？啊，按照我原先的剧本，灰灰2连胜啊！按照我原先的剧本是灰灰2连胜啊！第一局1v3。好，哎呦，这个抓牛逼啊！这个抓，这1v3个大粑粑啊，还1v3，是不是把老 K1v3了？我操！好，落地。在抓这个方面啊，感觉灰灰好像比老 K 要差那么一内内。好，小灰1点，远 C。又要打到时间到，我们一起来崩一点，前跳 C 过来一个掏，时机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我，你说你为什么要动呢？你说你为什么要动呢啊？这动来动去的啊，真是啊！我就告诉你不玩了，你不玩了就完事儿了，你动什么啊？对不对？动起来，水果蔬菜动起来！我操，来吧，来，现在2个人互殴啊！真实的那个剧情啊，可能跟我们原著小说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，我们懂的啊，这都是可以理解的。根据这个小狼啊漫画而改编，闪身过来，闪身一个转，又是被打乱，跳 C 打动，后前手0点跳地，前跳 C 落地抓，结果被反抓啊，有点蒙圈了啊。梆，今天观众累了是吗？啊。好，又是一个助词。这一局虽然说有些许的不一样，但是 perfect 足以证明他还是有机会的。你看，现在老 K 2颗气，灰灰将近2颗气，尽管老 K 还是占优势。我们看一下怎么说。一个爆气，还有1颗气，你看这颗气要钉吗？啊，你这钉个鬼喽！飞身后，有钉没钉就死啊，磨2下就死啊！一个崩，后跳 A， 好的，14比13，然后15比13结束了，哎，请叫我推背狼啊，没毛病啊，等踏，好，反抓1点。狼岛谈不上啊，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主啊，小狼就完事儿了啊，你干脆把我身份证报上来好了啊。好，我挥吹个大粑粑，我挥吹，我操！昨天灰灰输个逼型，好吧？啊，不，昨天其实没输个逼型，前天输个逼型，但是事实上，操！鸡们，这玩意儿谁赢算谁的。你看大哥，老 K 这手钻裆战术明显是有点大意了。他这个钻裆战术明显是大意了，而且反应速度有点慢。他足足有1秒钟的时间是在大脑空白的时候了，明明可以直接扩大优势。我叫袁天狼，对吧？李纯狼。
哎呦，这一锤，哇，后前手想的挺好。这不是跑绿送，这就是跑过去想要钻裆。他赌大猪第一时间后跳，但是大猪没跳，但是没跳更应该对吧？有补救措施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助词过来，一个骗，下扣，蹬一腿，不亏。哎，这一点亏了啊！再崩，哎，没确认，操！哎呀，他也想模仿对方后跳啊，他也想模仿一下，对吧？这都是扯，14比14，我都，好，我这跟我的剧本有点问题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也模仿一个钻裆战术。你说你钻人大猪裤裆干什么呢？啊？胯梢不长个儿，对吧？好，空防落地想抓结果被打，要晕。OK， 哎，小葵将近3气啊，灰再见了，拜拜了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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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跳 C 轻手。往前一拍，落地2次型跑抓，3个气的大神现在没碰到人，回身一个崩，为什么要下 B 啊？跳 C 后拉前跳 CD 卡空，第3是葵花打中，落地能量闪身后拉，忍一手2手，第3手有气儿，后跳 CD 卡空，再来重手一摸后拉地，后拉重腿刚才就赢了，大哥。好的 CD 卡空落地，再来，明显霸神有点对吧？有点激进了，好的，直接一个铁山扣，灰反3局面。我们一会儿打开灰的直播间，知道吧？知道吧？没气儿，哎，没气儿！哎呦我操，这个重手也是拼了，这个重手啊！这个重手也是拼了，看不看见啊？当当当当当当，好，再崩，好，崩一点，就是有气儿，他崩那一下也不少血呀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吧？好，再崩，转2下，崩完转2下啊，是常态。破防，再崩，你看一场比赛有多少个崩啊？再崩啊！好的，时间到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仁慈的主，啥也不是，一脸粉刺啊，太嘚儿了，太嘚儿了。